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那么今天我们不给大家鱼，我们来教大家钓鱼。除了马股分析的影片，小编我也将在未来推出一些教学影片来教导大家。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 PE。相信很多人刚步入股市，就会听到朋友跟你说这个 PE 太高很危险，那个 PE 太低很值得之类的话。但是你真的明白 PE 是怎样算出来的吗？然后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将会带大家从里到外的了解 PE。此外，小编我也做了一份各大领域的 PE 平均值，提供给大家参考，并探讨为什么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 PE。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首先 PE 的全名是 Price to Earnings Ratio， 华语被称为本益比，也就是把股票的价值除以股票的盈利。那么它的计算方式就是用每股价值除以每股盈利 Earning per share EPS， 或者使用 Market Cap 市值除以全年盈利。这里也必须提醒大家，每股盈利是用股票的全年盈利除以股票的总数量得来的。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这家公司的股价是1令吉，然后他们的 Earning per share 每股盈利是 0.1， 那么他们的 PE 本益比就将会是10倍。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公司的价值是盈利的多少倍，而我们是使用全年盈利的计算，所以本益比也能理解为，如果假设公司的盈利保持，他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让盈利等于他们的股票价值。但是当然这个假设是不实际的，因为很多公司的盈利都在增长，而这也就造就了 PE 的波动，有些很高，有些很低，这也将会在之后的影片提到。接下来我们先来教大家在 KLSE Screener 如何看 PE。 其实很简单，它就在点入你想要的股票的第一页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某些情况我们是不能只单靠 KLSE Screener 里的 PE 就来断定一家公司的本益比，因为有时下个季度可能这家公司的盈利将会暴涨，所以股价将会提前反应，而这时的 PE 将会拉升到很高。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20年的手套。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可能公司更换了管理层、业务，或者是卖了壳，那么他们的盈利将会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更新，这也将会导致 PE 的不准确。而例子就有前几个季度的 Lagenda， 因为刚注入业务，所以一年的盈利还没真正的出现，所以 PE 会被高估，所以这时候就要用 Forward PE 来计算。那么这里想要学习 Forward PE 和各类基本面指标的新手们，扭转乾坤的新手教学班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哦。这个新手班可以让各位新手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掌握、了解并学会如何分析马股，保证物超所值。感兴趣了解的朋友们，请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哦。那么回到正题，到底有哪一些因素会导致 PE 变动呢？这里就让小编我来简单的讲解2个因素。第一个会让市场改变 PE 的因素就是公司所在的领域。小编我用了各大领域的一些公司 PE 统计了数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领域的 PE 都是不同的，有些高而有些低。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这其实关系到股民对这些领域未来的盈利期望 Earning Expectation。 还记得之前 PE 的算法吗？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为，如果盈利越高，则每股盈利越高，而 PE 将会降低，所以市场将会给予更高的股票价格。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的 PE 一向来都很高，那是因为大众普遍认为科技领域将会是未来的趋势，有很大的盈利成长空间，所以市场都很愿意以更高的价钱买入科技股，这也就造就了他们的高 PE。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未来科技股是否能达到投资者们的预期盈利，把 PE normalize 普通话。就好像当初手套股的 PE 一度上到200倍，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市场肯定是疯了，可是盈利一出来的时候，高盈利也证明市场并没有错，而 PE 也渐渐压下来。
那么为什么现在手套的 PE 却跌到那么严重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市场永远是跑前一步的，所以现在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市场觉得他们未来的盈利将会下跌。同样的事情我们也能看到发生在现在的汽油领域上，比起其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汽油领域的 PE 是偏低的，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如今市场都比较看好绿色能源。虽然绿色能源还并未真正取代传统能源，但是从 PE 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已经认为汽油领域已经处于下降趋势，所以从这一方面 PE 的作用是不是更多样化了呢？除了用来衡量高估或低估，它还能用来看市场给予股票的趋势。现在说完了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就往更深入去看，为什么两家公司明明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 PE 却那么不相同呢？其实原理换汤不换药，也就是因为市场认为他们的盈利未来将会有成长。简单来说，我们来看安卓在钢铁股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安卓的 PE 是达到320倍，是不是非常夸张？但是这可能是市场已经预前猜测到了他们未来的盈利将会有很大的成长，所以就在盈利增长前给予了更高的股价，所以才导致了那么高的 PE。 而在最新的季度，安卓也不负众望，盈利翻倍。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如何计算这样的 PE 是否合理呢？我们就要预测他们未来的盈利，并使用 Forward PE 来计算。那么看完这支影片，希望大家可以学到，除了用 PE 来计算高估或低估，其实也可以用它们来看市场的情绪和趋势。在这里，小编也为大家整合了一小份各大领域的公司平均 PE 的文件。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 Telegram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免费的哦。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教学影片，并希望小编我在未来录制更多的教学影片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 PPP 哦。那么希望大家学以致用，学有所成。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